笑疯。敖瑞鹏挑战权威，我想让白鹿下水结局太出乎意料了。在最新一期奔跑吧中，原本平平无奇的游戏环节，因为敖瑞鹏的一句话，瞬间点燃全场。我想让白鹿下水。这句看似随口而出的台词，语气认真的，仿佛在做国家级申报，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的，令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恶作剧的真心，还是真心的恶作剧。观众瞬间被逗笑，弹幕飞起如潮，节目现场的嘉宾也陷入疯狂笑声中，尤其是白鹿，他的表情从惊讶到狐疑，再到你死定了，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。节目来到熟悉又恐怖的环节，飞鱼水战。这是奔跑吧的传统经典项目，每一届都少不了的名场面制造机。看似是考验智力与反应的答题游戏，实则暗藏陷害套路的较量。敖瑞鹏面对选择，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想让白鹿下水。这不是游戏，这是宣战。于是白鹿的眼神顿时充满杀意，全体嘉宾哗然，观众捧腹，仿佛回到了最欢乐的奔跑经典时刻。敖瑞鹏这波操作，仿佛一秒让人回忆起前辈秦霄贤。当年在奔跑吧黄河篇第2季第4期，他为了让白鹿体验一下弹射飞椅的快乐，故意答错题，结果白鹿像个水精灵飞入水中，狼狈又可爱。但你以为白鹿吃了亏？那就太小看他了。他当场开启报复模式，以精准误答的方式让秦霄贤3连落水，落水姿势各具特色，小鸡扑翅，空翻360度，水花炸裂，一集下来看得观众肚子都笑疼了。所以当敖瑞鹏说出让白鹿下水那一刻，全网观众内心的弹幕同步刷出一句话：兄弟，你完了。网友们开始各种段子式评论，纷纷表示敖瑞鹏是不是太年轻，不知道白鹿的复仇名场面是奔跑吧的镇馆之宝。更有热心群众给他提前安排后事。星号建议节目组准备干毛巾与干衣服。星号敖瑞鹏，下期记得带吹风机，别学情歌湿着头发上热搜。星号你现在是在挑衅白鹿女侠的荣誉。甚至还有粉丝直接发出求生欲，发言模板，我觉得白鹿一定会原谅你的，前提是你愿意3次落水，2次翻滚，1次空中横躺。让白鹿下水从来不是单纯的游戏惩罚，它背后其实藏着白鹿那份令人着迷的综艺人格魅力。他从不在镜头前端着，也不会因造型被毁而计较，他会笑着扑水，会撒娇式报复，会用聪明的小脑瓜设计反击策略。他的可爱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他敢玩肯闹不端着的那一面。而正是这种特质，才让他在综艺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成为观众最期待的综艺之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白鹿会怎么复仇？是精准答错，让敖瑞鹏体验空中飞人，还是智商碾压，用规则玩转敖弟？亦或是温柔陷阱，表面笑嘻嘻，实则连环计？观众坐等白鹿上演一场精彩的反击大戏。节目才刚刚播完，弹幕里就已经出现反击剧本提名。星号让敖瑞鹏下水3次才算还清账。星号复仇不宜太狠，3笑带水才显格局。星号路姐轻点，别让小敖吓到以后不敢来了。奔跑吧一路走来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户外竞技类综艺，更像是我们生活中某段友情、某段青春的缩影。在这档节目中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嘉宾之间的竞争、挑战和笑声，更多的是那份玩笑背后藏着信任的真实情感。当敖瑞鹏说出我想让白鹿下水的时候，我们不仅笑了，更感受到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默契。这种玩笑如果放在陌生人之间，可能会变得尴尬或者伤人，但在奔跑吧这个舞台上，却成为了打破隔阂、拉近距离的桥梁。白鹿的反应虽然凶狠，但每一个眼神，每一句你完蛋了，都带着笑意，这说明他完全能接得住这份综艺调侃。他知道这不是针对个人的攻击，而是一种综艺氛围的营造，一种对彼此了解后的放肆。观众为什么如此喜爱这些互动？因为我们在嘉宾们的打闹中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自然、最纯粹的连接。你敢调侃我，
我也敢回击你，你能放下偶像包袱，我就愿意为你鼓掌。这种坦诚相待的方式，让我们在追综艺的同时，也对生活多了一份温暖的感知。敖瑞鹏想让白鹿下水这句话不仅迅速登上热搜，更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网友讨论和二创热潮。有人剪辑视频，制作动图，有人画出手绘漫画，甚至还有粉丝专门写了复仇小说来预测白鹿的下一步动作。为何一个小小的游戏片段能引发如此大的共鸣？这背后其实是观众对奔跑吧这个 IP 的情感积淀。这一类节目本质上是一种陪伴型内容。当我们打开电视或手机，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，听到他们熟悉的笑声，就像见到老朋友。敖瑞鹏与白鹿的互动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新鲜刺激，但它背后依旧离不开老观众们对节目的信任和情感认同。再者，热搜的登顶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点，如今观众更愿意为真实和自然的互动买单，不是强行煽情，不是刻意制造对立，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玩笑与反应，在彼此尊重中制造的火花，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综艺高级感。而这些经典瞬间之所以能成为封神名场面，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搞笑，更是因为他们真实。观众感受到的不只是娱乐，还有陪伴感、安全感和情绪价值，这正是奔跑吧最珍贵的地方。每一季奔跑吧，总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成为了观众心中无法忘记的名场面，而这一次的敖瑞鹏让白鹿下水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一场水战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的鹿式反击才是万众期待的高潮。白鹿的综艺智慧从不在于高声喧哗或者抢镜头，而在于他总能在合适的时机，用最优雅的方式进行反击。他不会让对方真的下不来台，却又能让观众爆笑连连。这样的幽默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，而是根植于他真实的性格和对综艺节奏的精准把控。而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节目充满期待，他会不会故技重施？又或者他会创造出全新的反击流派？最妙的是，白鹿的每一次搞怪，背后都带着一份聪明的调皮和让人无法拒绝的亲切感。节目组自然也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化学反应来设计更多名场面，而观众也愿意反复回味这些精彩瞬间，不断截图、剪辑、转发，分享自己的快乐源泉。可以说，真正的名场面不是制作出来的，是人和人之间自然而然流动出的化学火花，这才是综艺最迷人的地方。如果说有人可以靠一句话就让节目升温，那白鹿就是那个自带热搜体质的人。他不靠剧本，不靠煽情，只用真实的反应、聪明的应对和好玩的个性，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综艺语言。有人说他是女神，也有人说他是效果制造机，但更多人认同的是，他是真正把自己交给节目的人。白鹿的每一次下水都是一次经典，每一次反击都是一个高光。这样的他怎能让人不爱？敖瑞鹏一句我想让白鹿下水，本是一句调皮的话，却成为整个节目的最大笑点。这不仅是节目效果的胜利，更是嘉宾们用真性情打动观众的证明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能有一档节目、几个嘉宾、一些笑声，让人暂时忘却烦恼，已是难得。星号，如果你也因为白鹿的表情而爆笑，因为敖瑞鹏的勇气而佩服，那就请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分享支持我们吧。星号，下期奔跑吧，我们继续一同奔跑，一起笑到肚子疼。星号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哦。